大家好，我是思凡。其实我本来是不准备出提纳里的攻略的，因为机制说实话真的不复杂，而且池子也早就已经结束了，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。估计这期视频也会像前几期一样凉凉。但不论怎么说，提纳里作为第一位5星草 C 还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意义的，毕竟首位、第一这些词总是会让人印象深刻。而且提纳里后续版本也会加入常驻池，运气好一点的话迟早也是会歪到的，就是这个歪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困难。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练了，圣遗物也刷了，等级也拉了，找材料找的要死要活的，这不出一期视频都对不起我自己。最重要的是提纳里的耳朵和尾巴它会动，毛茸茸的，看着就很有欲望，想乱。你以为我想说什么？要是某位狐狸小姐也能学一学的话，是不是啊？废话说的有点多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提纳里的主要输出来源就是重击，至于普攻的倍率极低，而且是误伤，根本不用看，最大的作用就是整活。提纳里的重击是存在2段蓄力的，而且比较特殊，类似于干预。2段蓄力的第一段伤害和1段蓄力的重击伤害倍率是不一样的，1蓄的会高一些，2蓄的叫做花举剑，伤害会略低，但是后续还会生成4枚藏运花石，总体来说倍率还是会更高的。不过提纳里看倍率的高低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提纳里是对精通来打激化反应的，主要的伤害也是激化反应打的，而激化反应带来的伤害提升和倍率是没有关系的，它就像是给了你一个深壑或是云锦的加伤，所以倍率对提纳里的伤害影响是比较小的，但也不能说没有，只是不大而已。天赋该点还是得点，毕竟是最稳定的提升手段。提纳里一次2蓄能触发2次激化反应，花举剑1次，后续的4枚藏运花石也是1次，4次一附着，这和我们所认知的一般元素附着规律是不一样的，算是特例，我们只要记住就好。提纳里的1次蓄力是2次附着，花举剑和藏运花石均属于重击伤害，所以都是可以吃到重击类的效果加成的，例如固有天赋5和一命以及乐团4件套的效果。花举剑的伤害其实是有范围的，实战中当2个敌人离得比较近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设中间的位置就能很容易同时打到2名敌人。没错，很容易，因为我经常能打出来。这里我打同一个副本怪聚在一起，我就能一次性打完，不然就还剩1个，对输出的影响还挺大的。其实严格来说，原神里的伤害都是有范围的，就2个怪贴得比较近的情况，换成消攻也是可以同时打到2个敌人的，只要角度足够好，可以打到正中间的话就可以。所以在平时打怪时，我们可以通过走位刻意的去聚一聚怪，还是能有效提升输出的。专门上个聚怪角色的话，则没有那个必要。提纳里机制的唯一难点大概就是藏运花石的追踪特性了。这个追踪机制我只能说很好用，很人性化，很方便。首先，藏运花石必须要花举剑命中后才会产生，这个命中的概念很宽泛，打中敌人算命中，打中地面也算命中。总之，只要不是对天发射打空了，那么花举剑都是会命中的，所以藏运花石是必定会产生的，只要你不下界乱射的话。藏运花石的追踪逻辑，花举剑的命中的敌人大于其他敌人，大于生物，大于可交互的物体，大于地面。简单来说就是花举剑打谁他打谁，花举剑打的人死了他就找周围的敌人，周围没有敌人那就找小动物、火把、材料等可与我们进行交互的物件，都没有那就鞭尸或者打地面。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只要敌人没死，就算敌人瞬移了，藏运花石宁可多飞几秒也会追踪到敌人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所以以前的一些追踪项技能是不是也可以往这个方向优化一下呢？也不是没有缺点吧，藏运花石还没有聪明到会根据敌人的剩余血量来分头行动，只要敌人还剩有1丝血，那么4枚藏运花石依旧会攻击他，这算是比较遗憾的一点。元素战技10国种雷，神中神，大范围的嘲讽效果，应该算是目前最佳的嘲讽手段了。只要是在领域里的敌人都会被嘲讽，开始胡乱攻击。当然 BOSS 型敌人是不吃控制的，外表看着像一团迷雾，怕不是什么置换花粉，但这样的话机械类生物应该会免疫才对，所以大概率不是，但也不一定，毕竟技能是不讲科学的。游戏里的嘲讽技能有不少，甘雨的冰莲，莫娜的虚影，安博的突突伯爵等，但这些嘲讽技能无一例外都没有明确表明其嘲讽的范围，所以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的笃定，心里没底。
总会担心有没有嘲讽到怪，而事实也总是证明了我的担心。这点上，提纳里的战绩就做得很好，我能很清楚的知道哪些怪嘲讽到了，哪些怪没有，就很踏实，而且持续时间也长，还没有生命值的限制，不会提前失效，无敌。除此之外，提纳里的战绩还会赋予提纳里通色石，不是通色石的效果。这个名字光听不看的话就很有味道，具体可以通过提纳里肩部周围的3个光点特效来判断，每打一发蓄力就会用掉一个光点。该效果可以大幅的减少提纳里蓄力所需的时间，提纳里的2蓄绝对是全游所需时间最长的蓄力了。别人的2蓄一般都会减少蓄力时间，但他的不会，要蓄上半天就很急。不过有了通色石的效果，我们几乎就不需要蓄力时间了，基本就是蓄力动作一完成就能射了，非常的好用。可以说这个战绩就是提纳里整个技能模组中的核心了，功能性拉满，而且1级便是完全体，都不用升级的。元素爆发、噪声缠藤剑会先生成6枚缠藤剑，命中目标后每1枚缠藤剑还会生成1枚倍率更高的次级缠藤剑，总共12枚。这里的命中和重击蓄力的一样，打到地面也是算命中目标的，所以次级缠藤剑基本上都是会产生的。缠藤剑的锁敌也同样非常智能，和藏云花蛇完全一致，连缺陷也一样。不过呢，缠藤剑是比较容易碰到墙体之类的障碍物的，毕竟出发的起点不一样，缠藤剑是从角色身上发出的，所以当碰到比如说钟离的柱子，又或是在一些角疙瘩周围都是墙壁时，还是会丢剑的。在释放大招时，还是需要注意自己的走位和当前的环境。关于缠藤剑的附着，每3发1次，也就是前6发2次，后面6发也是2次，一次大招总共4次附着，频率还是很高的，因为这一切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。提纳里的大招只需40点能量，冷却12秒，提纳里的战绩冷却也是12秒，科莱的战绩也是12秒，钟离的战绩长按冷却也是12秒，很难不让人觉得策划这是在暗示什么。纵观提纳里的技能模组，其实就透露出来2个字：速切。无论是战绩快速的3段蓄力出伤，还是大招的低能量需求，都很好的契合着提纳里速切的这一属性。提纳里的3段蓄力加大招的1轮出手打完，用时也就6-7秒的样子，我们还剩5秒的时间去切换队友释放技能，然后进行下一轮的循环。所以在队友搭配上，我们需要选的队友也应该是可以后台输出挂雷，又或是同样可以速切的角色的，像是神子、雷神、菲希尔这些。更具体的手法还是看后面的队伍搭配环节好了。先说说提纳里的固有天赋4，在释放花举剑后会提高提纳里50点的精通4秒，这里的条件是发射，所以是不用命中敌人的，即便是射空气也能获得这50点精通的加成。问题在于，为了让大招也能享受到这50点精通的加成，我们肯定得先打蓄力剑再接大招，而由于提纳里的2段蓄力时间很长，我们通常只会在提纳里释放了元素战绩之后才会打蓄力射击，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比较尴尬的情况，就是当提纳里满能量时，为了吃到战绩的产球，我们到底还该不该为了这50点精通打蓄力剑，还是说直接先大招后战绩，亦或是战绩后立马接大招，又或者是说直接不要这能量了，继续打3发蓄力剑然后丢大。其实还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战绩后先打1发蓄力剑然后立马接大招，同样是可以吃到元素战绩的产球的，只不过这要求我们的手速要快，不然还是有可能会吃不到的。至于其他情况，则继续按一般的流程手法即可。固有天赋5，提纳里的每点精通都会提高提纳里的重击和缠藤剑的伤害 0.06%， 最高提高 60%， 说人话就是1000年精通封顶，再高没收益。我们知道激化反应提高的是角色的基础伤害，也就是攻击和倍率，所以提纳里最不缺的就是这2个加成。反之，像是增伤、双爆、减抗这些是能有效提高激化反应的收益的，这也是提纳里所欠缺的。而这个天赋呢，就是提高了元素伤害加成这一层缺，就很 nice。提纳里本身突破加的也是草伤，数值策划还是非常懂的，缺什么补什么。固有天赋6，通常我都是不会讲这个天赋的，因为与战斗无关，但这次我必须要好好的讲一讲它。它拯救了我，拯救了在苦苦收集材料的我。有了它，我的素材收集变得突飞猛进。看到左上角那只小手了吗？简直是开心图找素材必备神技。至于命座就不说了吧，2命还不错，6命质变。就这样，圣遗物选择有2套圣遗物可选，一是噬金套，2是乐团套。
试金会更全面一些，重击和大招都能兼顾到，上限也更高。乐团则着重强化重击的输出，有现成的可以直接用。杯子选择草伤，头选择暴击爆伤。沙漏我自己有简单对比过，精通杀会优于攻击杀，而且通常来说会好很多，因为不有天赋的存在。精通对缇娜里而言收益是很高的，除非你在不带精通杀的情况下就能把精通堆到7、8百，当然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。附体要双爆大于精通大于攻击大于充能，缇娜里几乎不需要充能，特别是在搭双草的情况下，一轮循环1次大招是标配。武器的选择就很多了，5星里专武肯定是最佳的，其次是落水、天空、东极等。4星绝仙可用，但双爆可能会有点低。苍翠猎弓能提供不错的暴击加成，但效果很一般。破魔弓还不错，就是需要注意大招不要再往蓄力剑前用掉，然后是王下尽释，效果还比较契合缇娜里。其他也还有很多选择，就不一一例举了。配对方面，其实前面有提到一个完整的配对了，我这里就简单用钟离、缇娜里、克莱、雷神举例了，换成神子和菲谢尔也是一样的。雷神的好处是战绩是范围伤害，而且有辅助增伤能力，但伤害一般，而且其他队伍也会需要雷神，是情况选择吧。神子和菲谢尔则是完全当成后台副 C 的玩法就行了，不过我个人的话还是会更喜欢雷神一些吧。手法中你开盾，然后雷神新手 E， 接着切克莱 EQ， 最后切缇娜里 E， 接3段蓄力接大招。如果大招能量是满的，则战绩接1段蓄力接大招，再打完剩下的2段蓄力。这时雷神有大则放大砍几下，随意，就算只砍大招的那一刀也完全是 OK 的。雷神的大招只是起到润滑循环轴和补伤害的作用，打不打满无所谓。之后就是重复上述的操作了。前面也说了，钟离、克莱和缇娜里的轴都是12秒，雷神的战绩甚至只有10秒，所以是完全不用担心循环会断掉的。唯一需要担心的大概就是克莱的大招 CD 了，15秒稍微会比较尴尬，可以通过适当延长雷神的战场时间来解决，也可以选择第2轮循环中途再放，问题不大。这套阵容中，克莱和缇娜里都需要保证每轮循环都有大招，缇娜里的问题是不大的，克莱则推荐吸风弓和充能杀，雷神带剃刀的话则还是推荐充能杀，没必要换精通杀。当然钟离我们也可以换成97人，缇娜里的战绩本身就可以提供相当不错的输出环境了，盾换成奶也是 OK 的，也可以带沙场万叶，主要是为了聚怪和染色，而且染雷的雷伤也是可以打超击化的。在配装方面，失灵套也就是草套是必须的，可以给克莱穿也可以给雷神穿都行，给克莱的收益会更大一些，给后台雷副 C 的话则减抗会更稳定一些，看个人喜好。还有就是教官4件套可以给辅助整上，收益还是很高的。总之教官和失灵套最好都有，其他应该就没有什么注意点了。那么关于缇娜里就是这样了，虽说后面会进常驻，但也不要拿看常驻的眼光来看待它，输出完全是合格的，而且速切体系的容错率是很高的，一波又一波的进攻，看看审核万行就知道了，短轴角色的优势是很大的。总之就是这样了。如果本期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还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UP 主，能3连当然是最好的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